就是管城大超市，那里也热闹，晚上很多小朋友去那里玩的。那我要去，海阿姨，我今晚在你家里睡，明天和宝宝一起上学。说着，苏猛就去摇他奶奶的手臂，奶奶，好不好？让我跟海阿姨回家，晚上和海阿姨一起去玩。苏太太无奈地点一下孙子的额头，你不要总去海阿姨家里，会打扰到海阿姨休息的。没事，不会打扰，她去了，宝宝也有伴，就是贝贝都会很开心，多一个哥哥陪他玩。现在我们住在市区，上学也方便，奶奶跟着过来住，贝贝就没有那么多哥哥陪着玩了。现在说话利索一点的贝贝离了哥哥们，天天都会问海童其他哥哥什么时候过来陪他玩，一般都是周末，几个孩子才能聚在一起。你要去海阿姨家里住一晚，要听话哦，不要像在家里那么调皮，搞破坏。苏太太叮嘱着孙子。小军怀上2胎了，虽说还没有妊娠反应，苏太太也想儿媳妇能好好休息一下。孙子去站家玩，她当奶奶的能放一个晚上的假，儿媳妇亦能安静一晚上，睡个好觉。两家来往密切，暑假苏猛兄弟俩被送到悠悠山庄住了将近2个月呢。奶奶，我会很乖的。奶奶这样叮嘱，苏猛就知道奶奶同意了。4人在点心店坐了好一会儿，才结账离开。海童带着2个孩子先回家，苏太太则独自去了书店。沈小军现在就在书店。初中生刚放学呢，学校门口很多学生家长，他们需要买东西就一头扎进书店里。沈小军一个人看店，习惯了，倒也能看得过来。他只需要收钱就行。书店在这里开了好几年，陪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，从新生入学到毕业离校，大家都熟悉了，没有人会偷书店的东西。再说了，书店里还有监控。看到苏太太一个人来的，沈小军本能地问：妈，苏猛呢？婆婆去接的儿子，这么久没有见过来。他以为婆婆带儿子回家了，遇到了海童母子俩。阿猛跟宝宝回家了，说今晚在海童家里住下，明天再一起回学校。他不在家，我耳根子能清静一下。你今晚也能睡个好觉，累不累？要不要我帮忙？苏太太看到店里那么多人，关心地问着。不累，就是收收钱，不忙。那小子怎么又去海童家里？暑假在海童家里住了近2个月还不够。沈小军拿起手机发语音信息给好友：彤彤，帮我盯着苏猛写作业，他心急着玩就会乱写的。还有他每天放学后都要练练琴，练练功，再写字的，有时间也要画画。你帮我提醒他去练习，下次他爸考他，表现不好，他爸会批评他的哦。海童回复他：行，我让他和宝宝一起写作业，一起练琴，他们俩学的都是一样的。麻烦你了，这小子就是不着家的，总喜欢往你家里跑。沈小军颇为无奈。海童笑着说道：他们玩得好，我宝宝有时候不也在你家里住下？等会儿我带他们去管城大超市玩，好久没有带他们出去逛逛了。我今晚不应酬，正好有时间。他带孩子出去走走，也等于是给自己放一个晚上的假，散散心。嫁给战印后，虽然战印宠着他，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他是长媳，是长孙媳妇，担子重，不可能像婚前那样过着悠闲轻松的日子。有时候烦躁，海童就喜欢出去逛逛，什么都不买，就是逛逛，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烟火气息，看着人来人往，感受着大城市的热闹繁华。几点去？我看看时间，有空我也去逛逛，咱俩好久没有一起逛街了。饭后吧，现在得看着他们俩写作业练琴。行，那等会儿见。发完了语音信息后，沈小军对婆婆说道：妈，我能应付，你先回家，我等会儿关门了，直接去和海童碰头，看看能不能把臭小子带回家。估计是带不了的。
两小只聚在一起玩疯了，就谁也舍不得谁，要住在一起。苏南说不愧是他的亲儿子呀，做的事跟他小时候一样，说他以前和战印还有陆东明就经常这样，让沈小军哭笑不得。不过他和海彤成为好闺蜜后，海彤有时候也会在他家里留宿，他爸妈是把海彤当成第二个女儿看待，心疼海彤姐妹俩没有了爸妈，爷爷奶奶亲叔叔又无情无义，对姐妹俩极好，只要家里做好吃的，沈妈妈都会让女儿叫上海彤过去吃，然后留海彤在家里住几天。可以说沈家帮了海彤很多的。阿猛要在海彤家里住下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你现在刚有身孕，要好好休息。他在家还是吵了点儿。沈小军说道，这刚有，没事的，又不是第一次怀孕，有经验了，妈，我会注意的。他摸了一下肚子，希望这一胎是个女儿，像贝贝那么可爱的女儿，像君言那么懂事的也可以，最好就是双胞胎女儿，一个像君言那么懂事的，一个像贝贝那样浴血可爱的。哈哈，他就是人生赢家了。苏太太说道，阿猛说是小弟弟。沈小军，我还做着美梦，我能生一对孪生女儿呢。他6岁多了，说不准的了，女儿，我要生女儿。你去逛街买几幅女儿的画回来，天天看着。妈，那是没有用的，生男生女，再上胎就决定了，改变不了的。万一真是小子，天天看女娃娃的画，以后是个娘娘腔怎么办？算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苏太太还是等学生们都回校上晚修了，书店闲下来，她又对儿媳妇千叮万嘱才离开。等婆婆一走，沈小军就收拾了，将摆放在店门口的架子拉回店里。收拾好后，马上就去和海彤碰面。大超市的1楼有一块地儿是给孩子们玩闹的，旁边放着好些椅子给家长们坐。周围间隔出来的商铺有卖衣服的，卖面包的，卖奶茶的，什么的都有。上面还有4层楼，有些家长留孩子们在1楼玩，他们就到楼上去逛，逛完了才下楼来接孩子。这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，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还不肯回家呢。这种热闹是千亿豪门的小少爷很少感受得到的。海彤带孩子来这里玩，就是让孩子感受这种热闹。他带着3小只到了超市，苏猛和战木晨就跑向儿童乐园了。那里有好多小朋友，可以坐小火车游一圈超市，不过要钱，25块钱坐一趟。很多家长只是让孩子在小火车上坐一坐，当要收钱时，他们就抱孩子走开，不坐了。也有一大块地坪，地坪时不时就变一下，小朋友们就喜欢在那里跳来跳去，还有很多小球以及摇摇车等。这些儿童游乐设施比不得悠悠山庄的儿童乐园，但这里人多热闹呀。小孩子其实喜欢的就是热闹。两小只在悠悠山庄的乐园什么没有玩过，来了这里还是很兴奋，一头扎进小朋友堆里跟着玩乐。旁边供家长们坐着看孩子的2张像花一样的椅子，坐了几个家长。海彤牵着女儿走过去，放手让女儿加入小朋友们的队伍里，她则在那张花椅子上坐下来。一个花瓣能坐2个人呢。海彤提醒2个当哥哥的要看着贝贝。贝贝在地坪上学着其他人那样踩着冒头的土拨鼠，当土拨鼠缩进去了，他就开心地笑。其实不是小朋友们踩下去的，是设置好的，多长时间就会缩进去。海彤掏出手机发了位置给沈小军。不久后，沈小军过来了。这里，海彤一眼就看到了好友，他起身朝沈小军招手。沈小军笑着走过来。那小子呢？海彤指指小球场里，他和宝宝去玩球了，贝贝还在这里跳着。沈小军看到儿子的身影后，便由着儿子和宝宝在那里玩球。见贝贝玩得很开心，他笑道，有空还是要多带孩子出来玩玩。瞧，贝贝玩得多开心呀！
只要明面上没有保镖团跟随，都不会被人认出来。他们又会刻意化一点淡淡的丑妆，那样没那么容易被认出。化妆技术跟君家的二少奶奶学的，君家二少奶奶化妆技术精湛至极，放在古代那就是易容高手了。经她化的妆，亲妈都认不出来，杨希还是会被认出来的。她和穆晴就让君二少奶奶帮忙化过妆，跑去看帅哥，结果就被叶君博还有欧阳玉认出来了，抓到了。有空我是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，反正她这个战大少奶奶就是从穷苦人家走出来的，哪怕她先辈亦是富贵之家，但她成长的环境是再普通不过的。海童就算当了几年的大少奶奶，她还是喜欢普通的生活，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儿女体验到这种乐趣。周围都是陌生人，并不认识他们，谁会想到那几个孩子就是战家的小一辈呢？又有保镖暗中保护着，海童不担心。此刻就有2名保镖装着家长的样子，在小球场里看着苏猛和战牧尘呢，也有2人看着贝贝，那视线没有一刻离开贝贝的。这个小姑娘可是战家的宝贝疙瘩，若有个闪失，他们无法向大少爷交代。哪怕大少奶奶和苏少奶奶都在，他们也不敢错眼地盯着贝贝小姐。你怀上2胎了？海童问好友，我还以为你不要2胎呢。沈小军看着贝贝说道，是不想要2胎的，怕2胎又生个小子，像阿蒙那般调皮，简直就是头大，可又想搏一搏，盼着能生个软绵绵的女儿。家里孩子现在还是少了点儿，我们就要个2胎了，阿蒙也大了，等2胎出生，他都7岁懂事了，不会欺负2胎，只会疼爱弟妹。你大嫂要不要生2胎？海童指的是苏家的现任家主夫人程沁。程沁和苏腾婚后生了1子后，就几年都没有动静了，估计也是不想太快要2胎，或者直接不要2胎。他们的儿子比苏萌小一点，不过兄弟俩也是经常一起闯祸，都是调皮好动的。苏家现在小孩子少，就这对兄弟俩，长辈们视为眼珠子，疼之入骨。就算两小只要拆屋，长辈们也会扶着梯子让他们上房揭瓦。应该也准备要个2胎吧，说一个孩子孤单点。现在国家政策都放开了3胎，就算生3个孩子也是合法的了，不再是超生。他们这样的家庭生3胎都养得起，不过他们一般也不会生3胎，2胎就在考虑的范围内。刚生了宝宝时，我也想着就只生1个的，他爸也不想我再生，说怀孕辛苦。我生宝宝时，他紧张了几个月，我说大师都说我夫妻俩是儿女双全的命，2胎说不定就是个女儿。他禁不住女儿的诱惑，才答应要的2胎，还好真的儿女双全了。沈小军羡慕地道，希望我也能儿女双全吧。我婆婆说阿猛说是小弟弟，她急死了，叫我去买些女娃娃的画回来看，说经常看着能生女儿，万一生的是儿子却娘娘腔怎么办？沈小军扑哧的笑，她也是那样说的。她和海童不愧是好闺蜜呀，想事情都是一样的，顺其自然吧。贝贝要去找他哥哥了。沈小军起身走过去，抱起了贝贝。君姨，贝贝甜甜地叫了他一声，还在沈小军的脸上亲一下，软萌的娃娃在他脸上软软地亲一下，亲得沈小军的心都化了。贝贝是要去找2个哥哥吗？我要去找哥哥。小娃娃点心，小手还指向2个哥哥。沈小军便抱着小女娃过去，将贝贝交给2个小子看着，让兄弟俩要带着贝贝玩，看着妹妹别被其他小朋友碰摔倒了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苏猛玩的脸上都红了，满头都是汗。超市里有空调，都满头大汗，可见他玩的有多疯。早就来了，你只顾着玩，都不知道妈妈来了。沈小军拿出纸巾帮儿子擦了一下汗，说儿子别玩得太疯，
等会儿跟妈妈回家好不好？